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今天来给大家继续讲一下过宁减程电路的实际电路。前两个视频呢，我给大家分析了过宁减程电路的作用和什么叫过宁减程电路。今天呢，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在电路中，哪一点电路是过宁减程电路？过宁减程电路呢又有什么特点？首先，我们看我画的这个电路图啊，这是个比较简单的电路图。我们这里是交流电啊，当然这个交流电呢可以是220，也可以是通过我们的公平变压器降压后的交流电。我们通过一个整流啊，那么这里我画的是一个整流桥啊，这个整流呢可以是整流桥，也可以是全波整流啊，两种形式都可以。然后这里通过一个线流电阻接到这个光偶的1、2角，光偶的另一端呢是接了一个供电，一个直流供电，或者5伏或者3.3伏。然后这个光偶的第3角的是接的 D 啊，第4角接的供电，第3角接的 D。然后这里这个角位的信号呢，就是一个过宁出来的过宁检测的信号，送往这个单片机，送往 CPU。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啊。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市电的波形啊，交流电的波形就是1啊，我说的这个1这个位置的波形呢，大家知道都是这种正弦波的波形，这个大家不难理解。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整流桥或者是这个全波整流啊，这里要么就整流桥，要么就是全波整流啊，不能用这个半波整流啊。整流之后呢，就成了这一种啊，这种波形是100赫兹的啊。这个为什么是100赫兹的这种波形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给大家拍过这个视频，大家可以去找一下。那么大家就很容易发现，正常的话，这里一定是放的有一个滤波电容啊。那么这里为什么没有呢？就是因为这里我们就需要它一个这种脉动的一种直流波形。那么我们再通过这个光偶，然后这个光偶的刺激呢，在这里呢，这个是一个直流电的5伏。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这个过流检测出来的信号呢，因为是送给这个单片机的数字信号，那么肯定就是一个脉冲波形啊，一个脉冲波。一个脉冲波形，那么就是这种波形啊。那么我们现在具体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是这种波形啊？首先我们这里整流之后啊，不滤波出现的就是这种波形。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点啊，就对应的是这个点啊，这个点对应的是这个点。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电路，那么这个电路呢，假如说我们这里是经过电阻线流，假如说我们这里啊，当这点电压高于这个二极管导通的时候啊，假如说这个二极管导通电压是0.7伏啊，这边是接的 D， 这边正极是0.7伏啊。假如大于0.7伏，这个发光二极管发光，这个光偶导通之后，那么这一点这个5伏就通过这里啊到 D 了，这里就是一个低电位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低电位啊，这是0伏。那么当我们的零点电位来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电压降到0的时候，那么这里就小于0.7伏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这里是这种脉动直流嘛，它就有从0伏到311伏，再又到0伏，再到311伏，那么它就有到0伏的时候，也有到0伏以上的时候，也就是说这点的电压啊，有在0.7伏以下，有在0.7伏以上的时候，那么当在0.7伏以下的时候，这个光偶就截止，那么截止的话，那么这一点电位就不会对地，那么这里就输出一个高电位，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高电位，那么这个高电位如果我这里供电接的是5伏就是5伏，如果接的3.3伏就是3伏啊。假如说我们这里是一个5伏的高电位，那么如此循环的话，那么当我们这个脉动直流电到这个零电位的时候，这里就会产生一个高电位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交流电在不断变化的时候产生的过宁点，通过我们这个整流桥形成这个脉动直流，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光偶隔离啊。大家看，这一边是热地，一边是冷地，就用一个光偶隔离掉啊。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整流桥把它整流成脉动直流，然后通过我们的光偶隔离，这边通过一个正电压的供电啊，使这个光偶在导通或不导通的时候产生一个高电频或者低电频的信号。那么这样就有了一个过宁信号啊，像我们这里是高电频的时候啊，当这一点是高电频的话，证明这个光偶就没导通。那么这个光偶没导通的话，证明这一个电位是小于0.7伏的，那么大概就在这个0点电位附近。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成功的检测出这个0点电位在什么时候出现？所以说
这个过零检测电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把这个过零信号检测出来，送到这个单片机。那么同样，我们的过零检测电路也有其他的形式，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好，由于时间关系呢，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本来还给大家打算讲一下这个双向光耦在过零检测电路中的应用。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就我们下个视频再给大家讲。然后呢，如果有朋友想看我用这几个元器件把这一点电路把它做出来，然后用示波器来看一下这个前后的，我说的是不是这两种波形？如果想看的朋友呢，在评论区给我留言，留言人多的话呢，我就专门把这个来拍出来大家看一下。好，谢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喜欢我视频的朋友点赞关注和转发，我是小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陈，我们今天来继续讲解过零检测电路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在可控硅调速电路中的应用。那么在讲这个电路之前呢，我们对上个视频呢进行一个补充。为什么补充呢？是因为有一个粉丝朋友他给我打了一个比喻啊。上个视频我跟大家讲了嘛，当这个220伏的交流电在这个0点电位的时候去打开开关或者关断开关的话，不会对这个电路造成冲击。他就给我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就和这个开手动挡的汽车一样，我们去换挡啊，去加档或者减档的时候，我们都是踩下离合器之后把油门给松掉，让这个发动机的转速在比较低的时候再去换挡，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保护这个车辆变速箱的作用啊。其实他举的这个例子非常好啊。好，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过零检测电路在可控硅调速电路中的应用。因为这个电路呢，在我们生活中应用的比较广泛，像我们空调内风机的调速都是这个原理啊，这个电路。那么要听懂这个电路呢，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可控硅调光或者调速的这个东西的原理啊。如果大家不清楚这个的原理呢，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大概在10天左右之前发的啊，非常详细几个视频啊，讲了这个可控硅的调光原理啊。当然我们这个可控硅呢是通过我们手这种模拟量啊，控制这个电容充电的时间来控制的。那么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呢，我们以空调为例，通过我们遥控器对这个空调内基板的单片机发出信号，然后再通过单片机来控制这个可控硅。那么为什么我们通过单片机来控制可控硅就要过零检测信号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大家知道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可控硅的调光或者调速啊，就是针对这个电容充电的时间长和时间短。那么如果充电时间长，那么它触发这个可控硅的这个时间就越长。那么它这个时间是指哪个时间呢？就是指我们这个交流电我们交流电不是1秒钟50个周期嘛，50赫兹，那么一个周期等于 0.02 秒啊。当然这里我为了给大家便于讲解啊，我们假设一个周期是20秒啊，20秒，那么我们这半个周期就是10秒啊，这边半个周期也是10秒。当然这是为了给大家好讲解啊，打了个比方。那么我们如果是这种的话，我们通过手动调节，比如说现在这个让它充电充的比较慢，那么它这个时间啊，充电对这个电容充电时间越长的话，那么它的可控硅导通的时间呢就越短，是不是越迟？那么这个可调电阻调的越小的，就是对这个电容充电越快的话，这个导通的时间就越早。那么所以说就是通过这个来触发这个可控硅在这半个周期之内导通的时间的早和晚，来控制这个后面负载的，如果是电机的话啊，是风机的话，就是控制这个风机的快慢。那么像这种我们是通过手动模拟量调节，它就直接想调到哪里就是哪里。那么我们如果通过单片机来控制的话，那么比如说我现在需要这个可控硅在5秒钟的时候开始导通，那么这个5秒钟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因为我们这个单片机虽然它有时钟精准可以计数，但是它要有一个计数的基础，就和我们说我们今天是晚上22点10点钟，那么我们这个10点钟怎么来的？我们是从凌晨0点钟开始计时一直到过了从0点钟往后22个小时，就是我们晚上的10点钟。那么同样我们实际上这个5秒钟计时的话是从这个0点开始计的，那么从0点开始计的话，往后5秒钟就是从这里开始导通这个可控硅，都起到了对后面的一个调速的作用。那么如果我只要3秒钟，那么这个速度就会更快。那么假如说我需要从它8秒钟开始导通，我就从这个0开始，0、1、2、3、4、5、6、7、8到8秒钟开始导通这个可控硅的话，那么这个电机的转速就会更慢。
那么所以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就明白了，我们这个过拧检测电路啊，实际上就是让这个单片机在控制这个可控硅导通时间的早晚提供了一个这个参考点啊，一个基准点，一个起始点啊，应该说是起始点啊，这个我也描述不好啊。当然我这样一说的话，大家肯定就会明白。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过拧检测电路啊，在检测这个交流电呢，这个交流电的过拧点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这个单片机在触发这个可控硅的时候的一个计时的起始点啊。假如我们用户刚才说了，用户调个时间让它从5秒钟开始导通，那么它就从这个过拧点开始计时啊。当然这里是一样计5秒钟，那么在这里的话它也是计5秒钟啊。因为之前我给大家看的那个示波器那个过拧检测电路那个展播之后的这个波形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波形嘛，是不是？通过可控硅啊。当然这个波形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电机，假如是电机的话，就电机转速最慢的一个时间啊。那么其实它这里是被这个单片机啊，我们如果是在应用在这个电路的话，它这个我画的这个虚线位置是被这个单片机啊把这个时间延迟掉了啊，它就单片机控制从这个地方开始导通。那么假如说从这里到这里是9秒的话，那么就从这个零电位为开始时间啊，为参考时间，起始时间开始计到5秒钟，从这里开始导通这个可控硅，那么就从而起到了一个调节内风机转速的一个作用啊。当然我们调节内风机转速的作用的话，还有的是通过继电器，就和我们风扇一样有几个档位线。当然我们这个电路的话呢，我们是单片机啊 MCU 控制这个可控硅的调光电路，可控硅在控制这个电机。那么当然我们的电机肯定还有反馈啊，在这里呢我都不细讲了啊。当然如果有的朋友想了解这一块的话呢，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我会专门再给大家拍一个视频来讲解一下这个内风机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几种内风机来调节这个速度啊，包括用这种可控硅是怎么接线怎么调，它是怎么反馈的，或者是通过这个继电器是怎么来调节的。好，那么本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点赞关注和转发，我是小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陈。我们在前期视频中呢讲了过拧检测电路中的过拧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过拧电路呢，就是说在检测这个交流电在交变的时候啊，50赫兹的正弦波交流电在零点电位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信号给检测出来。那么我们把这个信号检测出来干啥用呢？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这个过拧检测这个信号呢，一般情况是2个作用啊。首先呢，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系统保护作用啊。下期视频呢，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PG 无级调速啊这种作用啊。这个空调上面应用的非常多啊。那么我们下个视频再讲啊。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系统保护电路呢，我们顾名思义，也就是说保护这个电子产品以及我们的用电器以及这个整个电路的稳定性。那么这个过拧点的这个信号是怎么来保护这个用电器的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这个用电器以及电子产品中呢，有很多这种开关啊。像我们早期用的控制这个一个设备的开关，就是用的这个铡刀啊。铡刀呢，但是容易跳火花啊。后来就有这个空开啊。再后来就有这个交流接触器啊，以及这个继电器啊。其实这个交流接触器和继电器是一个原理啊。继电器，这个继电器呢又还分了一个固态继电器出来了啊，就是好一点的啊，就是说，这个开关速度以及这个抗腐蚀等等一些方面比这个继电器更有优势啊，叫固态继电器啊。那么在后面呢就有可控硅啊。其实我们从这个前面3种铡刀、空开以及接触器或者继电器的话，实际上它是有机械式的啊。我们这个固态继电器和这个可控硅呢，属于这种电子开关啊。那么我们来想一下我们这个铡刀这些开关我们在使用中的这个开和关的话大家可能也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特别是我们在插这个用电器的插头的时候，当我们往这个插座上插的时候，有时候它能跳火花，有时候它不跳火花。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交流电正弦波交流电它有一个过拧点。
那么也就是说，当你在插上这个插头的时候，刚好这个电压如果在0点电压啊，在接触那一瞬间啊，那么由于它的电压是0，那么这个电路就不会产生电流。那么你接上去的话，那么它就不会产生这种电活化。那么假如说当你插上去的时候，这个电压刚好是峰值啊，当然不一定是峰值啊，也许电压比较高啊，在300伏、200多伏的时候插上去，那么用电设备又有一定的功率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个较大的电流，那么就会可能出现那种插上插头的话跳个火花那种情况。那么我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了啊。我再给大家画个电路图啊。假如说我们这是220伏的交流电，我们这里有一个开关啊，这里有个用电器，这里接回来。那么我们这个过零检测电路呢，它实际上是把这个过零点的这个信号送给单片机啊，送给我们的单片机 MCU 啊。那么这个 MCU 在判别到这个220伏的交流电在呈这个正弦波交变的时候，到了这个0点电位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发出一个信号来控制这个电子开关的导通和关断。那么它这里控制，大家记住啊，一定是电子开关啊，肯定不会是继电器空开或者是闸道啊，因为这个闸道和空开的话，我们一般是人手动的。那么这个继电器呢，即使是可以用这个单片机来控制，那么它的这个反应速度非常慢啊，太慢了啊。那么一般就是这种电子开关、固态继电器，或者是这种可控硅啊。那么有人问，那么为什么要在0点电位的时候来控制这个开关的导通和关断呢？我们来想一下啊，假如说我们这个用电器是一个比较精密的设备，如果当这个电压在比较高的时候来导通这个开关或者关断这个开关的话，会不会对这个用电器产生一个大电流的冲击啊？同时也会对这个电网造成一定的干扰啊。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这个 EMI 滤波电路中不是有一个 NTC 的热敏电阻嘛？这个它有一点点类似啊，它也就是避免在给这个开关电源通电的一瞬间这个正311伏的滤波电容瞬间通电产生大电流，对这个电网造成干扰，或对这个电路造成这种大电流的损坏。那么我们这个过零检测电路这个系统保护的作用也是通过这个单片机检测到这个过零点这个过零点到这个单片机之后，单片机知道，哎呀，这个交流电这时候已经这个到了这个0点电位，那么我迅速来导通这个开关或者关断这个开关，那么这个电路中基本上就没有电流，那么这个后面的用电器以及这个电路就会非常的稳定。好，那么这就是过零检测电路对这个系统保护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来讲一下这个过零电路对这个 PG 电机的无极调速它是怎么来实现的。好，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多多帮我点赞，多多帮我评论，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陈。之前呢有视频给大家分享过可控硅调光电路的工作原理，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前面的视频找一下。那么就有的粉丝在问我一个问题，问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可控硅应用电路中有很多情况会用到这个过零检测电路。那么很多朋友就在问我，什么是过零检测电路这个过零检测电路有啥作用，它是怎么工作的？那么今天就拍一个视频来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过零检测电路的作用。好，那么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市电。为什么要了解我们这个市电呢？其实我们这个学电子技术或者是一些初学者，我觉得我们最基础的不仅从元器件入手，更主要的是要从我们这个市电去入手。因为这个电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我们在分析电路的时候就要了解这个电它的一个运行方式，然后我们再去分析电路才觉得非常简单。首先呢，我来给大家打个比方像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恒压、恒湿或者是恒温的东西当然，当我们的这个变频技术没有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设备的这个通电或停止，然后再通电来进行一个恒温或者恒湿的那么就以我们这个定频空调来说吧，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个26度，那么我们的空调在工作，
工作到26度的时候呢，它会停止。当这个温度上升啊，超过它这个设定的温度的时候，它又会工作。那么它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使这个温度恒定。那么生活中这种例子很多啊，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电饭煲就是啊，它加热到一定的程度，它那个继电器就脱开，让它温度低一点，然后那个继电器又吸合又加热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恒温的啊。当然大家可能觉得这种情况的话，特别是现在这种定频空调啊，虽然其他的地方价格这个维修起来都比这个变频空调便宜，但是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定频空调啊，舒适度的话比变频空调要差得多。那么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生活中这个市电啊，我们这个220伏的市电。假如说啊，我们可能小时候有的朋友可能这个碰到过这种情况啊，用这个小时候我们不是用的都是那种白炽灯泡嘛，就那种老式白炽灯泡啊，白炽灯泡。如果有时候用个相机或者什么时候去拍它的话呀，它就会出现闪烁的情况。其实之前我也说过这种情况啊。那么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交流电呢，它有一个变化的周期啊。这边呢我就画了一个图。其实我们交流电呢，我们在用万用表测量的话，测量的220伏啊是它的一个平均值，或者说有效值。其实我们这个交流电呢，它在1秒钟啊是有50个这种周期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周期啊。那么它这一个周期之内是怎么变化的呢？它是从正半周期是从0伏慢慢上升，上升到311伏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交流电整流滤波出来就是正311伏，就是这个原因啊。它实际上就是220乘以根号2啊。那么当这个0升到311伏之后呢，接着往下面走，这个310伏呢就慢慢下降，又降到0啊。那么这时候呢，这个0伏啊继续下降，就到负311伏啊，这是负311伏。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一个周期之内，那么这个负311伏又上升，又到0伏。那么这呢就是一个周期的变化啊，一个完整的周期变化。大家可以看这个完整周期之间呢，它就有0伏到311伏，再到0伏，再到负311伏，再到0伏。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灯泡啊，假如说我们这个灯泡在1伏的时候就可以亮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0到1伏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不亮的。那么从这个1伏一直到这个1伏，这个311伏下降到1伏的时候，它又不会亮。那么从这里，从0伏到负1伏的时候，它也不会亮。那么从这个负1伏开始，一直到负311伏，以及下降到这个负1伏的时候，这段时间它会亮，这段时间又不会亮。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灯泡闪烁的原因。但是虽然说在这个电子电路中，这个50赫兹啊，我们说的这个50赫兹这个频率啊是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对我们人这个肉眼的观察能力来说的话，也是非常高的一个频率了。那么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 LED 灯好一点的话他们号称是无频闪无频闪，就是说不闪烁的啊。其实它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220伏整流滤波，经过这个降压或者是这个开关变压器吧，开关变压器升频一般升到一个20到30千赫兹千赫兹之后再滤波出来。那么它直流电，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即使它达到这个20千赫兹之后我们不滤波，我们来比一下一个是50赫兹，一个是20千赫兹千赫兹，那么就是2万赫兹。大家可以比一下50赫兹我们眼睛看出来就不闪了，那么2万赫兹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也是他们卖这个灯泡说的无频闪。那么刚才说了这么多呢，我们现在来说到这个过宁检测电路。那么刚才说了我们假设这个灯泡1伏可以亮的话，那么这个灯泡在熄灭的时候就是这3个点虽然我们人眼看不到，但是我们要通过这个电路
把它这个0点电压，也就是刚才我打比方说的这个灯泡熄灭的这个点，把它找出来，这个就是叫过拧检测电路。那么具体这个电路找出来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要把它找出来呢？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呢再接着给大家讲啊。好，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陈。之前给大家修的这个音箱呢，查出来是这个变压器坏了啊，当时我就没仔细看了。然后它这个下面写的有啊，工作时候电压是9伏，所以说我买变压器的时候买的是一个9伏的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我买回来了啊，给它换上去。那么换呢，我们要改一下这个开关啊，因为这个开关我说了嘛，当时它关的是这个变压器的次级输出之后，那么由于这个不拔插头呢，这个变压器啊一直在工作，所以说我们现在给它把这个线路改一下。那么有的朋友呢在评论中质疑说啊，修这个东西，能吃饱饭吗？当然我们修这个东西确实是吃饱饭啊，当然这些东西呢有的是关系户拿过来了，你哪怕贴钱你也要给他修啊。有些东西说实话，这东西如果是我自己家里坏了，我都不愿意修，不愿意浪费那个时间，浪费那个钱。但是有的时候别人拿过来的话，你必须给他弄，而且这个东西有的弄了还不能收费啊。上次呢给大家说的是一个12伏的供电，后来我又仔细看了一下那个资料啊，当时看的时候没看仔细，实际上是一个9伏啊，这个芯片是一个9伏的电压。到时候我把那个资料图给大家看一下。那么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简单的改装方法啊。因为这个开关呢，它是焊接在这个电路板上的。如果把这个开关拆下来呢，直接把220接到上面，再进到这个变压器的初级呢，那么这个开关就无法固定。所以说我打算呢，把这个开关的这些角外面的铜皮把它割断啊，就说让这个开关2只角和其他的铜皮不连接，然后我把这个220接上面，然后把剩下的铜皮啊，就是以前这个开关位置的铜皮要把它接起来啊，有点麻烦啊，我们来把它弄一下。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把这个开关以前的这个低压部分全部割断了，然后我用一根线把以前的这个低压开关两端把它接起来了啊。很多朋友说这给它改一下干啥，直接装上去就好了啊。我说这个东西我不给它改一下，到时候不经用，这个变压器烧了的话还是我的事啊。所以说这是一步到位给它改好，然后我们直接把220通过这个开关之后再加给这个变压器。那么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变压器在不开开关的话它是没有通电的啊。好，我们现在已经改好了啊，大家看这220有一根是直接进了这个变压器，另外一根呢通过这根红色线到这个开关的一端，再从开关的另外一端进了变压器。就是说我们这个开关就直接控制了这个220有没有输入这个变压器。那么我们现在装起来试一下看。好，这两个呢我已经装好了啊。我这边呢也接到了我电脑上面的这个音频信号线，然后我们来试一下啊。我为你歌唱，我为你死了。这种情况我们就不管它了啊。发觉这个音量关到最小的时候它还有声音。好，那么这个东西就修好了。这也只是一个听歌响系列啊，只能听声音，谈不上什么音质啊。好，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陈。我们上个视频呢，把这个开关管呢都装上去了，还是这个电源不能正常工作。然后我们发觉这个芯片呢供电异常，那么我们检查了启动电路。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来检测一下这个持续供电，这也是上个视频给大家说到的啊。那么如果我们的持续供电没问题，那么我们再继续怎么修呢？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维修过程。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块板。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查的就是这个外面的一个持续供电的2极管和这个电容，还有这个电阻啊。我们就直接再路测一下啊，就是第7角啊，我们跟着第7角找。这边过来是启动电阻，那么这边是空的。第7角，那么应该就是这个位置啊，对，就是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这是这个电阻，然后这个从这个线圈出来，通过这个2极管，然后通过这个电阻，这里2个角是电容滤波，通过这个电阻直接过来啊。
通常这个电阻一般在10欧左右啊，我们直接测一下啊。反正阻值很小啊，刚好10欧啊，有的可能只有4.9啊、2.9啊。然后我们测一下这个二极管有没有损坏。反向、正向啊，这个二极管也没啥问题。然后这就是这个电容啊，就是这个电容啊，这个电容，我们看一下是多少，一般是47微法的啊。哦，它这个用的是100微法的啊，我们测下来检测一下，或者直接代换一个啊。这种情况，我们电容的话，一般就是直接代换啊，不检测。它以前那个电容是35伏100微法啊，我没有35伏的，我就找了个50伏100微法的啊，这个可以代换啊，直接给它装上去。注意正负极不要装反啊。好，这个电容装好之后呢，我们再通电测试一下啊，再测一下这个第7角的电压。还是8点多伏啊，那么不正常啊，证明这个开关电源肯定就没工作啊，没工作它就所以说就没有震荡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情况。好，这边我观察一下电路板的，找到问题了啊。这个问题呢，其实之前的视频给大家拍过这种类似的问题，就是这两个电阻啊，这个电阻呢是这个粉丝朋友自己换的啊，他明显用错了啊。这个电阻我看了一下电路呢，就是接在这个开关管的 S 极对地的啊，这边是接的 S 极，大家可以看啊，这个 S 极在靠下边，这是 S 极，另外一端接的这个电容的负极，那么证明这是什么？证明这是这个电流取样电阻。但大家看这两个电阻啊，我们看这个电阻呢，我们先不看电阻，我们看下面两个电阻的那个图标啊。大家看这两个电阻的个头是一样大的啊，这个图标都是一样的，然后它换电阻呢换了两个个头都不一般大的，然后看这个阻值呢肯定不正常啊。大家知道这个电阻呢一般都是在1欧，这个电阻阻值在1欧以下，5欧啊、0.3欧啊、0.29啊这种，它这个肯定是大了啊。我们来测量一下。那么之前跟大家说过，这个电阻大的话，相当于给整个开关电源限流了啊。那么如果电阻特别大的话，那么它会导致整个开关电源就电流非常小，它就启动不了了。如果电阻稍微有点大的，就可能导致带不起负载呀，或者等等一些情况啊。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电阻啊，这两个电阻并联在一起的话是268K 啊，那肯定不正常啊。两个电阻，它是那两个是并联的啊，并联在一起。那么我们把这两个电阻拆下来啊，更换一下。那么这两个电阻我已经拆下来了啊，我们来测量一下它的阻值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黄、橙、黑，这个应该是430K，我们测一下看啊，430K 在420多 K 啊。这个电阻用错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多少。这个是应该是老式电视上的一个启动电阻，这是820K。大家看啊，这0.819兆啊，就是 820K。这两个电阻用的太大了，它的换配件都是乱换的啊。那么我们现在找两个0.33欧的电阻给它装上去。好，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找到两个0.33欧的电阻啊，我们给大家测的看一下啊。啊，这个测出来有0.9欧啊，0.8欧是正常的，因为我这个万用表笔它本身有阻值啊，这就有0.几欧啊，再加上这个0.3欧啊，反正我们保证这个电阻在1欧以下，基本上都没什么大问题啊。我们把这两个电阻装上去。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电阻我已经换上去了啊，两个一模一样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通电啊，测试一下。我们把万用表笔打到电压档啊，我们首先测一下看啊，通电了。好了啊，这个也不用测了，这个灯亮了啊。我们测一下输出是不是我们之前说的24伏啊。
大家看一下24.03伏啊，24伏。那么我们再来测一下这个管子的工作电压到底是多少伏啊？我们就测这个二极管这里也可以啊，测第7角吧，测第7角，19.1伏啊。这个芯片的工作电压呢是19伏啊。虽然这个芯片的开启电压是8点多伏吧，好像是8.5伏，是8点几伏啊，但是它正常工作的话却有15伏啊，19伏，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然后我们再测第8角。大家看一下，第8角有5伏基准电压输出，那么证明我们这个开关电源就修好了啊。其实就是什么问题呢？可能就是它这2个电阻啊换的时候换错了啊，然后导致这2个管子也换错了，导致这个开关电源不工作啊。好，那么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点赞、关注和转发。我是小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陈。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开关电源。上个视频呢给大家说过，我们通过反家电的方法来测出这个开关电源输出是24伏。那么我们今天同样用这个方法来检测一下这个反馈电路有没有问题。那么首先呢，我给大家画了一个简单的图啊，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上个视频中呢，为什么把这一点这个 R2 端呢调到这个 2.48 伏附近的话呢，就是这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开关电源呢，输出它是通过几个电阻啊，有的还有这个可以调节电压的一个可调电阻啊，也是在这个位置啊。通过这个电阻啊，几个电阻啊，有的是4个、5个，有的是2个啊，3个都有。通过这个电阻分压，把这一点的位置啊分到一个 2.48 伏。啊，那么就是这个输出端的电压，也就是说在这个输出端加一个电压，使这3个电阻啊，按我这个电路图说，就是3个电阻分压分到一个 2.48 伏的电压，就是这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那么假如说我们这个电阻啊，上面这个电阻啊，假如说我们把这2个电阻看成一个电阻，假如说上面这个电阻是一个 5K， 下面电阻是一个 5K， 那么我们这里分到 2.48 伏左右的话，那么上面这个输出电压大概就是一个5伏左右啊。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原理。那么根据这个2个电阻的这几个电阻的比例啊，把这里分到一个 2.48 伏，然后加到这个 TL431 的参考端，给它提供一个基准电压。那也就是说，我们这几个电阻如果固定不变的话，我们这个电压升高的话，那么这一点电压也会升高；这一点电压下降的话，那么这一点电压也会下降。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怎么来查这个反馈电路呢？我们知道啊，这个反馈电路就是控制它这个电压高低的啊。那么我们如果尝试把这个所加的这个24伏电压啊，就是以我昨天修的这个开关电源管为例啊，是24伏。那么如果我们往上调了个24伏以上啊，25伏的时候，那么这一点电压会升高。那么这一点电压升高的话，那么这个 TL431 的 A 端和 K 端就会导通。那么导通的话，这个发光二极管就会发光，那么这边这个光耦的3极管端也会导通。那么我们就很简单，我们就用这个望远表的这端量这两边的导通情况，我们把这边用可调电源调电压调到24伏以上，如果这边能导通，那么证明这个后面这一块甚至包括这个光耦都是没问题的。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这个电压调高之后，这里不能导通，那么我们就说明这个后面反馈电路有问题，或者这个光耦有问题。好，那么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好，这边我已经调好了啊，我们测这个光耦的3、4角啊，我们用这个风鸣档测试就可以了啊。我们表笔接在上面啊。我们现在可调电源是24伏啊，我们往上调一点。好，调一点的话，调到25.8伏，这里就已经导通了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可调电源，这是25.8伏。那么我们往回调，调到24伏以下。好，现在这个望远表都已经不响了啊，就证明这个光耦已经截止了啊。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呢，就可以判断这个反馈电路啊，一直包括这个光耦这块电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它是可以正常反馈的。好，那么我们刚刚测的这个反馈电路没问题。上个视频呢测了这个芯片的驱动电路也没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开关管装上去，我们来上220来测试一下。好，我们现在这个
两个场消音管已经装好了啊，我们这边220也接好了，我们来通电试一下看。通电，诶，还是没有输出啊，这个。大家看这个指示灯没亮，我们测量一下这个输出端有没有电压。啊，这个输出端还是没电压，那说明这个板子还有问题啊，我们来检测一下。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检查呢？我们之前检测的这个反馈电路啊和这个芯片呢都正常，但是我们检查这个芯片的是我们用可调电源供电。那么现在就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芯片呢，在给这个电路板加上220的时候，没有给它一个工作电压，它没有正常工作。那么我们可以来测一下这个芯片的供电啊。我们先通电，测一下第5角和第7角啊，第5角是 D， 第7角是供电。8.43伏，那么我们测一下第8角有没有5伏输出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第8角啊，它是没有5伏的，没有基准电压输出的，那么说明这个芯片没有正常工作。那么这个芯片正常工作呢，一般就是一个供电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启动电阻啊，肯定是要查，然后就是这个其实这种情况也不用查启动电阻啊，因为它有一个8点多伏的电压。其实我们查一下这个2次供电。就是之前给大家说过的啊，持续供电这个电路啊，我们先把这个电容放电啊。有的朋友说我测电容都没放电啊，其实我放电了啊，只是说有时候我没有把这个过程录下来啊。都放电了啊。那么我们再来检测一下这个持续供电啊，这个启动电阻呢也给大家检测一下啊，启动电阻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啊。启动电阻也是接在第7角啊，567，我们看一下启动电阻在哪个位置啊？就是这两个电阻啊，这两个电阻，这是100K 啊，100K 两个串联，我们用这个万用标电阻档测一下啊。这个在路测不出来，那么我们就把它断开一个角测一下啊。我们断开一个角都够了啊。我们再来测一下啊，它是100K 的电阻。98K 正常，我们再测一下这个98K 正常。那么这个启动电阻没问题啊。刚才也说了，如果启动电阻有问题的话，它那个8点几伏电压都不会有啊。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这个视频呢就录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呢来给大家分享怎么检测这个持续供电。那么如果持续供电电路没问题，那么我们再怎么查，怎样把这个电路板把它修好。好，那么本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点赞关注和转发，我是小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陈。我们今天呢又给大家来维修一块开关电源。这个开关电源呢用的是3845的芯片。那么这个开关电源呢是这个朋友在家自己修过的啊。首先我拿上手呢就发觉了有2个问题啊，至少是2个问题。第一呢就是这个电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电容这个左边这个已经明显的鼓包了啊。当然这个不是主要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它这2个管子啊，大家可以看它用的是13009啊，这2个管子用错了。为什么说用错呢？因为有很多这种开关电源啊，这种明伟的这种开关电源的话，它这里用的确实是13009，但是它这个用的是494或者是其他的芯片。那么为什么我认为这2个管子用3极管用错了呢？应该是场消音管呢，因为它这个控制极有一个稳压2极管啊，这个可以跑一下图看一下啊，它这个控制极啊有一个稳压2极管。那么这个稳压2极管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2个就是场消音管啊。之前的开关电源电路给大家讲过，一般的在用场消音管做开关管的时候，它的这个控制极有一个15伏到18伏左右的稳压2极管。如果是3极管的话，那么它就是不存在的啊。大家也可以看这个板的话，就不存在有这个稳压2极管啊。
好，那么我们首先呢，按常规的方法，我们给它把这两个管子先给它拆掉，然后我们给这个3845单独加电，然后看一下它一些基本情况，正不正常。好，这边我们已经把这两个管子拆掉了啊，然后我把这个电容也换掉了啊，这个鼓包的电容也换掉了。然后呢，我把这里焊了两个，这个方便于接这个可调电源夹子的两个东西啊。然后我们把可调电源调到一个9伏左右，我们给这个3845单独加电，来测量一下它的这个基准电压和输出波形正不正常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来测供电啊。9.59伏正常啊。我们测一下第8角，5伏正常。我们也可以尝试测一下第4角啊，然后测第6角。看这个电压情况呢，应该是有波形输出的啊。我们再用示波器来看一下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第4角是有这个三角波的，然后我们看一下第6角，这个也是有这个方波的啊，方波也非常正常。那么我们再测一下这个开关管的控制级的波形啊，这个波形也是很正常的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啊，这个芯片的驱动没有，这个开关电源的驱动没问题啊，开关管的驱动没问题。那么我们要检测一下反馈电路，如果反馈电路没什么问题的话，应该可以直接装上开关管测试。那么这个开关电源的反馈电路我们怎么去检查呢？当然我们不需要一个元件一个元件去查反馈电路啊。那么我们有一个反家电的方法。那么什么是反家电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开关电源啊，输出多少伏。因为之前呢没给大家拍过这种方法，因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修的一些充电器啊，它这个电源输出啊都是5、60伏，我们没有这么高的这个电源，所以说没给大家用这种方法。那么今天呢，刚好这可能输出就是一个20多伏的开关电源，我们可以来给它用这个方法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首先我们要确定这个开关电源输出多少伏呢？我们可以根据它的滤波电容啊，它这个上面没有标识啊，输出多少伏，我们可以根据它的滤波电容。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滤波电容啊，它的这个耐压值啊，在这里看得到啊，是35伏啊，35伏的耐压值。那么这个开关电源输出呢，要么就是12伏，要么就是24伏啊。那么具体是多少伏，我们怎么确定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反家电压啊来确定。反家电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电源的输出端给它加一个电压进去，用我们的可调电源啊，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好，那么我们现在来加一下。好，这边我们已经接好了啊，大家注意这个正负极不要接反。那么我们反家电压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多少伏呢？我们就测量这个 TL431这个反馈控制的这个三端稳压，测它的这个基准电压。大家知道这个基准电压一般在2.48伏啊，2.5伏附近。那么我们通过调节可调电源，当然我们要从低往高调啊，不能一开始就加得很高，因为我们怀疑这是个12伏到24伏的输出，那么我们就可以从12伏开始。当我们把这个 TL431的这个控制角的这个参考端的这个电压调到2.5伏附近的时候，那么这边输出的电压就是一个这个开关电源正常工作的输出电压。那么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啊。黑表皮接负极，这个红表皮接这个参考端啊。我们看这个万用表啊，我们打到直流档，我们打开可调电源。现在可调电源是10伏的样子啊，它是0.98伏，那肯定不够，我们慢慢调高这个可调电源的输出电压。现在可调电源的输出电压是13伏，而这里只有1.3伏，那么证明这个开关电源输出的话不是12伏啊。应该还往上调，那么应该大概就是24伏左右啊。好，我们现在调到24伏了啊。这个参考电压的电压值是2.47伏啊，接近2.8伏、2.48伏啊。那么我们就证明这个开关电源呢，正常输出电压应该是24伏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可调电源啊，输出是24伏。那么这个方法呢，可以检查出这个开关电源是输出多少伏。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下期视频呢，我们同样用这个方法来检测这个开关电源的反馈电路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装上这些元件，直接上220伏电压来测试。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点赞、关注和转发。我是小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我们今天来修一台微波炉啊，这个微波炉呢，比一般的微波炉呢多一个蒸汽功能啊，稍微高端一些啊。它这个的是通电不加热啊。我们首先来试一下啊。我们这个放一杯水进去啊。我们来试一下啊。现在大家可以听到这个，机器呢是在正常的工作啊，听声音是正常的工作啊。现在是定的是30秒啊，我们让它走到结束。好，现在时间马上到了啊，我们打开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水啊是没有一点蒸汽啊，没有加热的啊。正常的话30秒的话，这个水基本上可以沸腾了啊。那么我们就来拆开看一下看。好，这个微波炉呢我们已经拆开了啊。像这种情况的话呢，一般就是这个微波炉的磁控管没有工作，也就是说高压部分电路的问题。因为它正常能通电嘛，那么低压部分我们不会去怀疑。那么这个高压部分问题呢，我们一般只有几个东西要检查。第一是这个高压的保选、高压的二极管、电容啊，以及变压器以及这个磁控管，这几个东西都会有问题的话，都会导致这个微波炉通电不加热。当然我们检查的话呢，一般是从简单的往难的检查啊，我们肯定是先检查这个磁控管呐，再检查这个保选、二极管以及这个电容。那么这个变压器呢，一般的是不会损坏啊，而是这个变压器检测的话呢，要通电检测。而且这个微波炉大家知道有这个微波啊，所以说我们在维修微波炉的时候，在维修中啊，尽量就是在不带电的情况下操作啊。那么我们现在又把这个磁控管来测一下啊，磁控管我们就测一下这个磁控管这个下面这个灯丝。啊，我们灯丝能不能导通？因为磁控管的话，我们测的话也只能测这个地方啊。我们直接测一下啊，是没问题的。那么我们还要测一下这个磁控管呢，它的两个座子啊有没有对这个外壳漏电啊？因为有很多这个磁控管，其实磁控管没坏，就是这个下面这个座子啊，它对这个铁壳漏电了。我们用测一下就行了。这也没有。那么我们再给顺便测一下这个二极管吧。这个二极管我们用这个指针表才能测啊，用10K 档测啊，这样测的话也是没啥问题的。那么我们再测一下这个电容吧。我们把这个电容这里要断开啊。我们把电容的角断开再测。感觉这个电容有点问题啊。那么如果这个电容有问题的话，那么这个保选肯定会烧掉啊。好，我们把这电容拆下来看一下看。好，这个电容呢，我们已经拆下来了啊。我们现在再来测量一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电容明显是漏电了啊，这个指针都不回了啊。我们重新拿一个电容来测一下啊，这也是一个微波炉的电容。我们直接测一下，我们看一下指针啊，它这会充一下电之后，它会往回走啊。那么这个电容是没问题的啊。那么我们再用数字表给大家测一下啊。我用这个表的这个电容档给大家测一下啊。我们首先测这个好的啊，这是一维法的啊。然后我们测一下这个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是1.4维法啊，这里有个小数点啊，这是1.4维法。那么假如说我们一开始用这个数字表去测的话，可能我们还不怀疑这个电容有问题啊。
我们必须用这个指针腕表才能测出来啊。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保险丝啊，这个电容坏的话，保险丝肯定是会炸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保险丝啊，已经烧断了啊，我们也可以测一下啊。这个已经烧坏了啊，这个保险应该是5000伏，0.75万啊。我们现在把这个电容装上去，然后把这个保险丝换掉，那么这个微波炉就可以修好了啊。好，我们现在把这个电容呢和这个保险丝呢已经更换完成。这里呢给大家提醒2个事啊。第一个，如果新手朋友呢在维修这个微波炉的时候啊，因为要换电容、换这个保险丝的话，这里有几个叉子这种线啊，可能不注意拆掉之后呢就不会接了啊。第一呢就是去网上搜电路图，第二呢就是你在拆之前呢把这里拍个照片，再去接回去啊。一定要接对啊，不接错了的话会出问题的啊。第二呢就是大家在修微波炉修好之后进行试机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个外壳装上啊，但是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因为我看有的朋友修他也没有装外壳直接试机，就反正我修这个微波炉的话，要试机的话，一定是把这个外壳给装好，再通电试机啊。好，那么我们现在换好，我们就来通电试一下机，试一下看能不能把刚才的那一杯水加热。好，我们现在这个盖子都已经上好了啊，然后我们再把这杯水放进去试一下。我们是20秒啊，我们看一看它。我们时间马上到了，我们再拿出来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啊，这个杯子已经有汽水了啊，明显这个水已经加热了啊。那证明这个微波炉就是这个电容损坏了啊，导致这个高压保险也损坏了啊。所以说大家碰到这种高压保险损坏的，一定要检查我说的那几个元器件啊。好，那么本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点赞、关注和转发，我是小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前段时间呢给大家说了一个电水壶插上去就跳闸，今天呢又收到一个电水壶啊，它也是插上去就跳闸。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插上去跳闸的，一般就是这个电水壶漏电啊。上个视频呢我没有给大家用这个试电笔来测一下啊，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电水壶啊，如果漏电的话，特别是这个家里这种插头啊，它这个地线如果接了的话，它就容易跳闸啊，接上去它都跳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外壳是带电的啊，当然我这个是通过隔离变压器的，用手摸是没事啊。然后我这个也没有装这个地线，所以说不会跳。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电笔里面啊，看到没有？我靠着这个壶的话，这个灯泡就已经亮了啊，说明这个外壳是带电的啊。我拿开就熄灭了。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万用表的话，其实也可以测出来啊。我们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我们直接这边表笔悬空的话，我们把这个表笔杵在上面的话，大家可以看的话，大概是一个30多伏。那么如果我这边用手捏着的话啊，它能达到200多伏。那么就说明这个电水壶啊是漏电，导致家里的空气开关啊这个漏电保护器跳了。那么我们把它拆开看一下，给它修一下。那么我们知道漏电的话，一般就是这个零线或者是火线啊，对这个中间这个地线漏电啊，才会导致空气开关跳啊。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来测一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是没有反应的啊，因为我这个壶也没放上去，那就说明，这是我们这个电水壶漏电的话，并不是这个座子的问题，很有可能是这个壶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壶啊，放到这个座子上面，然后我们再来测量一下这两端啊，我们再用万用表的1K 档，我们再来测一下火线和零线对这个中间角是否漏电啊，这边有一点啊，这边漏电就非常严重了。啊，大家看到啊，这个零线和这个角漏电就非常严重了。那么我们再放上壶的话，还有这种情况啊，把这个壶拿开的话就没有这种情况。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漏电呢，在这个壶体之内啊。那么我们把它拆看一下什么情况。
好，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底座打开了啊，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呢应该是进水了啊，或者是长期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下啊，里面都已经锈了、腐蚀了，很严重。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如果把这个东西漏电的地方找到修复的话，可能也不耐用，而且有安全隐患，所以说我也不打算修了。估计用户呢也不愿意修了啊。但是呢，我们为了一探究竟呢，我们还是把这个东西拆开来，我们研究一下啊，看是哪个位置漏电，我们把地方给找出来。好，现在这个漏电的地方呢已经找到了啊。现在呢，不管用户愿不愿意修，这个东西呢就是已经是没法修了啊。因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发热管它漏电啊。大家看，我把这个座子和这一块都断开了啊。我们再亮一下这个发热管对这个壳体啊，它是漏电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把这个一支表笔接到这个发热管的一端，在另外一支表笔测量这个壶的外壳，它这是漏电的啊。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是用户愿意出钱也修不好了啊。因为这个发热管的话，这个是没法换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失败的维修作品。好，那么本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点赞关注和转发，我是小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陈。我很早之前呢发过一个视频，就是我这个修电磁炉和修开关电源的这个穿灯泡的这个插座啊。当我把这两个夹子短上的话，那么这个灯泡就会亮，不会出现其他的情况。那么很多朋友呢就比较感兴趣，都在问我。其实这个原理呢非常简单啊，可能有很多朋友都知道，但是有一些朋友呢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在问我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呢正好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演示一下。第一呢是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个零线火线这个夹子短接之后呢，这个灯泡会亮。然后呢顺便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在维修电磁炉或者开关电源中串这个灯泡啊，它这个可以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具体是什么原理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那么大家可以看，我这是一个插头线啊。经常我用这个修开关电源，串这个灯泡的话呢，我们把这个电打开之后啊，这两端是有220的。当我们把这个220的零火线这样短路的话，大家可以看这个灯泡会亮，但是并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啊。当然，如果没有这个灯泡的话，你直接把这个220短路的话，那么要么就跳闸，要么这里有很大的火花。那么我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下这是个什么原理。我先还是给大家画个图吧。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刚才给大家做试验的这个电路啊。我们在这个电路中串联一个灯泡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呢就是火线，这边呢是零线。那么当我们把这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两个夹子，把它短接的话啊，大家实际上看一下啊，我们以这个灯泡来说的话啊，大家知道这个灯泡的话，这个零线火线加在上面，它才会点亮嘛。那么其实我们这个火线加到这里，那么我们这个零线啊，通过这个夹子短接，实际上这个零线也加到这个位置。那么就说这个灯泡上面实际上就直接加了零线和火线，所以说这个灯泡就会点亮。那么反过来，假如说我们没有这个灯泡直接跨过来的话，我们把零线和火线短路的话，那么肯定就会跳闸或者是把这个线烧坏。那么我们看我们维修中呢，串这个灯泡呢是怎么来保护这个用电器的啊？我们来看这个电路啊。通常我们的接法就是这样啊，接一个灯泡啊，然后这边接用电器。那么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灯泡和这个用电器呢是一个串联关系啊。那么我们再接到这个电路这里来的话，就是一个这样的电路图啊。这样大家看的话，可能比这样看的话就更明白一点了。那么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灯泡呢，它是有一个阻值啊，我们用 R1 表示啊。其实我们这个用电器呢也是有一个阻值，那么我们用 R2 表示啊。那么我再给大家画个图，我们就把这个灯泡也用一个电阻，这个用电器也用一个电阻来表示。那么我们画成的这个图就是这种啊，实际上就是一个 R1 和 R2 一个串联关系。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备修的这个电磁炉或者是开关电源的话，如果有问题有短路的话，那么大家知道这个电流啊，它肯定是非常大的啊，瞬间电流就会非常大。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欧姆定律 ，I 等于 U 除以 R 啊，这个 U 呢我们知道都是220伏，它是不变的。那么我们如果这个电流越大呀，这个电阻就越小啊。那么假如说我们这个用电器 R2
这个电流很大，那么它这个电阻越小，那么这个电阻越小，我们根据这个电阻串联的关系，我们之前讲过的，电阻串联电路中啊，电阻越小，它两端所分的这个电压呀就越小。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串联电路中啊，220伏的话，基本上全部都加在这个 R1 两端了。那么 R1 是灯泡嘛，那么这个灯泡两端加上这个 L1，那么加上这个220的话，那么这个灯泡就会点亮。那么这个 R2 两端几乎是没有电压的，所以说就达到了一个保护我们电路板不会被炸机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情况。那么再回到我们视频之前给大家做的那个试验，为什么两个夹子短接的话，这个灯泡会亮呢？因为两个夹子短接的话大家知道这个两个夹子短接的话，这个阻值肯定是非常非常小，那么阻值非常小的这个电流就非常大那么同样我们这个说的是吧，阻值小的直接这个两端分的这个电压就非常低，那么所有剩下的这个220大概是220的电压全部都加在这个 R1 这个灯泡上面，所以说这个灯泡会点亮。那么这里大家也可以做个试验大家用一个100瓦的灯泡和一个25瓦的灯泡进行串联，接在这个220两端的话大家可以先想一下吧，应该是哪个灯泡亮其实就应该是这个25瓦的这个灯泡亮因为它的这个根据这个公式P 等于 U 乘以 I。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公式的话这个电压是220不变，那么我们这100瓦和25瓦这个肯定就是这个功率越小的话，这个电流就越小。那么电流越小的话，这个电阻刚才说的电流反过来电流越小的话，这个电阻就越大。那么再根据我们说的这个串联分压，电阻越大，它两端分的电压就越高。那么所以说我们用个100瓦和25瓦灯泡进行串联的话，那么这个220的电压基本上都加在这个25瓦灯泡两边这个灯泡就会被点亮。而且这个100瓦的灯泡两端的电压可能就非常低，就不会被点亮。那么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想到我们在维修电磁炉的时候，电磁炉修好之后呢，我们放上锅还是串灯泡的情况下，我们按一下这个加热键的话，为什么这个灯泡会闪一下又熄灭，闪一下又熄灭？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磁炉在加热的一瞬间，它的功率可能非常大。那么功率非常大的话我们根据刚才这样算过来，它的内阻就非常小，内阻非常小的瞬间，它这个电压就加到这个灯泡两端。那么当这个电磁炉停止工作的话，那么就相当于这个电磁炉在待机状态下，那么这个灯泡它的这个功率就相对来说比这个电磁炉大。那么所以说这个灯泡两端的这个电流就越大那么这个电压就加到这个电磁炉两端，所以说电磁炉在待机情况下，这些指示灯什么都是正常亮着的。那么同样我们在这个修开关电源的时候，在我们一通电的瞬间，这个灯泡会亮一下然后再熄灭，那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311伏的这个主滤波电容它在没有充电的时候，在通电的一瞬间的话，电流是非常大的那么瞬间的电流非常大，这个灯泡会亮一下再熄灭，这种情况就是正常的那么这就是一个我们在维修电路中呢串联这个灯泡的一个保护原理。其实我们这个串联灯泡呢也不是100%是万能是准确的大家可能在修这种大功率开关电源，特别是带上负载了之后呢，我们会发觉这个串联这个灯泡它也是微微发亮的其实这个也是正常的好，那么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点赞关注和转发，我是小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陈。我们今天来看一个这种小音箱，不通电了，我们先给大家试着看一下。我们这边已经插上电了按这个开关的话没任何反应我们把它开开来，看能不能把它修好。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小音箱拆开了我们看一下里面的结构非常非常的简陋，一个变压器公平变压器，一个小喇叭，然后一个开关这边有一个调节音量的电位器，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 TEA2025B， 应该是一个功放芯片，然后就一些电容、电阻之类的啊，非常非常的简单。那么我看了一下这个电路呢，大家可以看它这个220啊，这个进来之后它是直接进了这个变压器啊，它并没有这个220经过这个开关再进这个变压器。哎，这里这个线断了，这是我刚才搞断的还是之前掉了的？啊，我就说这个220没有进开关再进这个变压器的话，我最怀疑的还是这个变压器损坏了啊，因为它只要插着电的话，这个变压器啊就是一直在工作啊，这个公平变压器，哪怕它的这个开关没打开，那么这个变压器实际上它是在通电的状态下啊。我们现在还是看一下这个变压器吧，看是不是这个变压器损坏了。我们这边这种变压器的话，它没经过开关的话，我们直接可以用这个电阻档在这个插头这里测量啊。这个变压器真的好像坏了，10几兆哦。这个变压器坏了，那么就是这个变压器坏了的问题啊。刚才可能这个线的话是我刚才碰掉了啊。我们把这里搞开测一下看啊，也许这个插头的线断了也说不准。我们把这个变压器这里测一下看。啊，大家可以看这是16兆欧啊。用二极管能测的话，它是没有反应的啊。用电阻档测的话有10几兆欧，那么就是这个变压器损坏了啊。看来我的这个判断是没错的啊。我们把这个变压器拆下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变压器我已经拆开了啊，这个初级绕柱明显的已经烧毁了啊，这个线刚才我轻轻一扯的话，这个线都直接断了啊。由于长时间插着一直高温的话，这上面这个塑料啊都已经腐了啊。那么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电路呢，以及查了一下这个芯片的资料呢，它这个是一个12伏供电。我这里有一个12伏的这种变压器啊，这是也是在这种音箱上面拆的，但这个个头太大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就直接把它装上去试一下机啊，看行不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有一个11.6伏啊，它是锐的，它锐的就是红色啊，就是这2根红色，我已经把它接上去了啊。我们现在这边也接好了啊，我们来通电试一下看啊。我们看这个指示灯会不会亮？我们直接挂电啊。我们按一下开关，哎，可以了啊。大家刚才也听到这个喇叭的声音了啊。然后我这边没有这种耳机头子的这种芯源，大家可以听一下，我用这个手摸一下，它会有这种噪音的。那么证明这个小音箱就是这个变压器损坏了啊。我等会儿看这个变压器能不能给它装到这个里面去，如果能装的话就把这个装上去啊，反正这个放在这里也没啥用。如果装不了的话呢，就没办法了。好，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我视频朋友点赞关注和转发，我是小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陈，今天呢不给大家拍这个维修视频，给大家拍一堆这个已经过时的元器件。这个大概就是我做这个行业大概有个15年左右啊，一些过时积累下来的一些配件，当然这个也只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啊。如果做维修做的时间比较长的都知道啊，你像我这种这个可调啊，这种电位器，就是这个应该是以前那种老式黑白电视上面的啊，喜欢用这种。然后包括这种啊，我找一个啊，这种啊，这种这上面是 S1115，
应该知道的，这是一个稳压元件啊，这是个3档稳压，输出好像是120伏还是130伏啊，具体我也忘记了啊，由于时间太久了。包括这有很多这个3极管，然后这有很多这种磁片电容啊，还有包括这种啊，这种东西就是一个晶振啊，这个当年修这个遥控器上面啊都有这个东西啊，现在很多遥控器上面还是有这个晶振啊。然后大家可以看，这还有许多这个很老旧的这个2极管、3极管啊，这个包括这个之前啊这种3极管应该修过那种老式 CRT 彩电的都知道，这是3807，然后这个一般就是那个A3 电源啊，自极震荡那个3极管啊，3807啊，这里也有很多啊，这个不是啊，这个也是。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啊 S120，这个也是3档稳压，然后这里还有啊135哦，它这个135就是135伏，这个120就是120伏啊，应该是我具体真的是忘记了啊。这还有S130就是130伏，这都是以前那个老式电视这个主电压输出的时候一个稳压，3档稳压，这里还有110啊110伏稳压。包括这还有这个老式电视上面的这很多这个存储器，这24C16、24C04、24C08，这很多很多啊。这个就是 24C32啊，然后这还有 24C32，也是2个 24C32，以及这个，我们找一下看，包括这个4.43兆的晶振，这是4兆晶振。有很多这个老式彩电没有彩色，就是那个晶振坏了啊，或者那个晶振旁边的电容，包括这种这个可调电位器啊，这还有这个可控硅啊，这 BT136啊，当然这个东西现在还有用啊，有地方用啊，包括这种圆柱形的啊，圆柱形的晶振，这个东西主要是用在什么地方呢？那种改装机的电路板，还有一个就是那些年呢，就是这个日历，大家知道这种电子日历，很大一个屏的挂在家里的那种东西，经常过个几年它这个时间都不准了，一般可以换个晶振就可以校正啊，它那个时间就相对来说准一些。然后这还有包括这个离层电容啊。行离层电容，这个是1522000伏，这还有1273，这也是3极管，等等吧，很多这些元件都是已经过时的啊，包括这个整流2极管 R2U2，这个2极管当时用的比较多，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整流2极管。所以说大家有很多朋友对这个电子技术比较感兴趣，其实这个东西也是要从基础的学，而不是说1天2天就能学会的啊。对网上那一些，当然我不是针对谁啊，那些什么速成班呢，或者说是什么那个几天都能学会的啊，反正我个人是不相信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长期积累啊，因为这个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太快了啊。你看我这一大堆配件的话，都是已经基本上过时了，所以说大家在学这个东西的话，一定要有耐心啊。再就是一个多动手，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学到什么知识之后，你一定要动手操作一下啊。你看这个也是，这个就是一个遥控接收窗，你看现在还有很多，特别是空调上面还是可以，这个东西还可以用啊。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通用的东西，它这有3个引脚，一个引脚是电源正，一个引脚是电源负，还有一个是信号输出。也就是说，假如说这个接在电路的话啊，你可以查一下它的电压，然后再查这个电压输出，那个信号输出这里，你按压遥控器的话，这个输出角的这个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就说明它已经接收到了那个遥控信号啊。好，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和转发，我们下期再见。